这应该是在很少的中国菜里边是在配料里找主料，它就是辣子鸡（括弧俄勒山）。大家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辣子鸡，是因为这个鸡它是干香入味、麻辣四溢。我是不是砍偏了？看出来。剁之前给它清洗干净，剩下就是斩成小块，先切条后切丁，刀在菜板上上下翻飞。咱们这鸡已经是手起刀落，变成了一段一段的。太残暴了！鸡肉砍好了以后呢，简单的浅腌一下，就像是其他的川菜菜式一样啊。咱们这一个辣子鸡它有很多版本，今天下出这个呢，应该算是集众家之所长的一个最好做、最方便、最好吃的方式。万事到位，咱们最后封点油。鸡肉腌的时候，咱们要有一个重要步骤，就是要辣椒处理一下。要想辣椒形成复合的香味儿，2金条、子弹头、新一代这3种辣椒，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作用，有香的，有出辣的，有出颜色的。稍微的加点白酒，辣子鸡就酒那真是太香了。除了加白酒，还要加点它就是咱们那柴米油盐酱醋茶里边的之一。它到底是什么？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控水去焦，准备工作就这么简单，咱们直接上锅开始。辣子鸡，这里边最能传递浓郁香味的就是这油。这些步骤呢，我们一般餐厅都会提前做好。夏叔今天为了让大家看明白，我们现炸现炒。咱们这样的话呢，浓香的这个菜籽油就会迅速的带着香辛料的味道，香啊香啊，真是香。那这道辣子鸡呢，也是夏叔来到了美丽的重庆。我点到这盘菜以后，我就觉得他上错了，是不是忘记给我放鸡肉了？结果轻轻的一翻拌，从里边夹出金黄焦脆的鸡丁，真是颗颗香酥，回味悠长。直接的一翻，锅里边没有太多的油脂的时候，3种辣椒全部放锅里边，让辣椒在逐步脱水的过程中，由生到熟，把香味传递给辣子鸡。有人先放辣椒后放鸡，这个一般大家伙在家里边掌握不好这个火候，所以说不建议。建议用夏叔这种，就是把鸡肉炒到断生，炒到已经干爽上焦香的时候，再把这泡好的辣椒放到锅里边一起炒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这个辣椒它成熟速度会有一个缓慢过程，能够让我们非常从容的把这辣椒慢慢的炒脱水，炒出香味儿。这就对了。辣子鸡就得是这样。你又来干嘛？这辣鸡，哎呀，嘿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别着急。辣椒酥脆，撒上芝麻、小葱花，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开选！这顿饭送给不吃姜的朋友们，看了夏叔这道姜蓉炒饭，一定让你对姜另眼相看。这生姜，咱们先拍，去掉姜里的老筋，后剁。浓香的姜汁能够帮助我们消除身体里的不好的东西。你可别嫌多啊，这1斤饭半斤姜多了。油温4成热，咱们把姜蓉推到锅里边，保持一个大火的煎炒。有点辣眼睛，这辣眼睛，这一点都不辣眼睛，谁说辣眼睛了？一点都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你看看夏叔在这儿，真的不辣。比你个瓜！金黄焦脆，姜蓉在逐步的脱失水分，这一条条的姜丝有如金丝万缕。姜蓉炒饭的另外一个灵魂食材，头水紫菜。夏叔马上要变魔术了，微微的烙字一下，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感觉？那种翠绿颜色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就得来碗绿。经过煎烙的紫菜变得非常的酥脆，听这声轻柔成渣，它怎么那么脆？原来它就是一盘恭喜你，都会抢答了。姜蓉炒饭有一个绝搭，就是咱们这个瑶柱，轻轻的揉捻成丝儿鸡蛋，一定得是标配。先让米饭微微回热，这样的话呢，更加容易点燃姜的香味儿。金黄蛋液裹匀每一粒米饭，米饭已经开始粒粒分明的时候，瑶柱先进锅，还有蒸瑶柱的美丽香汤。这样炒出来的米饭呢，带着鲜香味道，全部蹦高高的时候，迷人的姜蓉闪亮登场。赶快把夏叔这条姜蓉炒饭分享给你那些不爱吃姜的朋友们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这姜蓉炒饭跟江山有关系吗？肯定跟江山有关系，把那姜堆起来，江山。啊，好尴尬！浅调味道，紫菜入锅，掏出窝窝，浅藏葱香，把香葱放到锅里边，姜蓉炒饭就到了倒计时的阶段。3、2、1，炎炎夏日，姜蓉炒饭，帮你一起轻松度夏。别等着了，开选！
它是一个集食材、香料、辛料不同的火候工序，达到了最极致完美的中国经典味道。荣昌卤鹅，香料对于中国菜来说呢，是把中医的传统的药膳文化融在日常饮食里边的步骤。腌肉、腌菜，一般我们都选择这种粗粒儿的海盐，咱们一定要让这个盐由生到熟。锅里的盐已经开始逐步上色了，调配好的这个香料粉，让盐的余热把香料粉逐步炒熟。先把这鹅给它摘洗干净了以后，要有一个火制毛的过程，可以把鹅身上的一些乳毛燎烧的干干净净，把咱们炒好的鹅盐铺撒在整鹅身上，全方位的马杀鸡，内外兼修，才能入味同步。腌鹅的时间呢，咱们给它控制在2个小时以上。另外一边，咱们开始调卤水，大家记得赶快截屏保存，这可真的是秘不外传的卤鹅秘方。干锅无油无水，好味道它一定得是经过了一步一步的慢慢呈现。工序虽繁，必不敢省人工。微微有些的上色，放到这个料包里边，锁香锁早了。咱们盐色儿也是不能少。锅里边咱们放土榨菜籽油、鹅油。熟悉中餐的朋友都知道，潮州卤水甲天下。夏叔也多次在潮州学习潮州卤水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把我理解认知的潮州卤水精髓，再加上我们的川卤，把它完美融合在一起。你们就按照我这个方儿做，做不香了，你去找临江大哥。大家都说他是在蹭热点，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，我看到的是就光这一道食儿，认识了一座城。大大的尊重，金红色儿料油大功告成了。正式的调汤卤，油炒糖，糖融化，糖出香，香着色，锅底已经泛起了密集的小泡，瞬间消泡，烹水。要给它一个熬制的过程，把这糖色里的焦苦味挥发掉。荣昌卤鹅的卤水，它可不是水，而是高汤，汤水一定要清澈无渣。调配香料，老酱油、糖色。卤水的咸淡口味呢，要稍微的重一点点，放上几颗老冰糖，烫死我了。香料包。新料包，我真的是把我毕生所学的卤汤的调配，尽量的给大家讲得清楚一些，一定会让你不失所望。这鹅呢，刚进到这个卤水里边，一定要有一个起伏，保证咱们里里外外受热、成熟、入味一致，倍儿香。放一些的白酒，煎炸过的石柱红辣椒、大红袍花椒和麻椒，增加了浓烈的葱庆姜腐味道。加鹅油，改小火，拿重物把这鹅压在汤水里边，煮它50分钟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啥也别说了，宁吃飞禽一口，不吃走兽一筐。麻辣鲜香，鹅肉肥美，开炫！口感、味道和颜色成就了这道经典的国宴东坡肉。无油无水，咱们开始烙肉，就像是一块抹布在锅里边擦，一定要炙烧到四周颜色一致，兜转，翻拌。你做的啥东西都糊了？什么糊了？这是美拉德焦香刮皮疗伤，进冷水，表面的焦黑部分就能给它刮得干干净净。经过了刀刮的地方，呈现出了迷人的金黄色。真正的国宴东坡肉必须要有一个定型排油的关键部分。你在家里边做这东坡肉，是不是经常是大小形状不统一？就是因为缺了这一步。咱们小火煲煮了40分钟，去掉多余的一层肥油。五花肉这种状态下已经达到了断生捞肉定型。通过这种物理的挤压，让肉质更加的紧致，同时呢，也是挤压出肉里边多余的猪油。压实排油的五花肉，咱们直接改刀成型。经过定型压制以后的五花肉，油脂会更少，形状会更加的完美。热锅不要油，肉直接推到锅里边，轻松一转，油脂在逐步的快速融化。瘦肉是没有沾到任何的热力，汁水满满的保留在肉里边。经过一个煎制过程，这个肉才够味道浓香。剩下的步骤就是少油操作，只需要稍微的少喷点底油，就是要借助这浓郁的葱香味道，让整个的东坡肉更加的入味十分。所以说国宴呢，它不见得是食材有多么考究，最重要的是整个的操作步骤缺一不可。陈年的花雕酒，然后酒精带走了肉的腥膻味道，火光散去，咱们直接少量的调料就可以，少着水，慢着火，火候足时，它自美。熬了45分钟，千呼万唤，好味儿来。汤多一口，味减3分，保持一个超强火力，让红润颜色更加的红润，让浓香味道更加的浓香。开涮！